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例如三星 S8 测评，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还有性能跑分、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这期视频呢稍稍的晚了2天，这在公众号的语音里边呢也跟大家先沟通了一下，因为我是去参加了一个腾讯的是吧，巴拉巴拉一个什么会议，所以说这个坚果 Pro 2我们是稍稍晚的给大家做这个视频。这次性价比，我个人觉得最高的一个版本就是2299的这个6+64的版本。这个包装盒呢，跟上一代的坚果呢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少了一个腰封。第一代坚果的盒子，就是这个东西啊。第一代的时候呢，是感觉是吧，像一本书似的，然后有一个腰封，感觉特别正式啊。但是第二代呢，把这个腰封直接做了一个外套，但是里边都是一样的啊。咱们先来看今天的主角 ，OK， 里边的东西呢，应该是没什么特别的，你可以后补一个这个什么碎屏显。这次呢，在充电器方面啊，我个人是比较关注这个功率的。好在呢是一个18瓦的一个充电功率，而且呢是 Type C 的接口，并且呢是送你了一个这个转换头。充电器呢这个头也不小，同样是这个坚果呢一贯的。这种竖条纹的，然后在这个正反面上呢做了一个小圆点，方便你分辨。充电功率呢，5伏3安、9伏2安、12伏1.5安。工匠的骄傲和喜悦，坚果 Pro 2碳黑色。当天开售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准备想买红色的，但是只有这个黑色。大家都知道那红色真的是非常的骚气啊，非常的漂亮，没有一点指纹的手机。这个声音，在大小方面呢，其实两台机器几乎差不多，一模一样的尺寸。在外观工艺方面呢，这一次着重说了一个这个中框的这条细线。我一开始想的这台细线呢做的是比较的这种亮眼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相机呢有那个红圈这个镜头，但是它里边这个线呢就是有点同色。整个这个 logo 呢是那种同色的并没有那么红，或者说比较黄，是一个中间的颜色。OK， 现在呢我们已经打开了这台手机，大家可以来对比一下这两台手机的屏占比啊，世界上确实差了非常多，在下边还有顶部都有非常多。OK， 现在它是录入指纹的环节。这次的这个坚果 Pro 呢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把 logo 呢和指纹识别模块集成在了一起。OK，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录入是非常快啊，这个5、6步基本就 OK 了。而且呢，它可以同时设置面部解锁，非常快。现在咱们翻到了一个比较浅色的壁纸，大家可以就比较明显的来对比一下这两台手机的屏占比了。首先呢，在这个图标上就可以直接再加上一行，而并不觉得整个的画面呢有点挤。OK， 这台手机呢，我们这是2299嘛，当然我们也找来了它的几个竞争对手。首先就是这一次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就是优惠了价格之后的这个小米的 Note 3。小米 Note 3呢，现在的这个锚定版本呢就是2299，跟这个坚果 Pro 呢可以说是直接打对擂台啊。咱们来看一下，还有就是之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上手视频的荣耀7X，这也是目前在千元层面比较火的一个这个全屏的手机。大家可以看一下即便是咱们把荣耀7X换成黑色的话，来看一看这两台手机的颜值也是高下立判的。确实，锤子在 LED 设计方面呢，有一些自己独到的地方。坚果 Pro 开箱给我的第一感觉，不跟别人比，跟它这个一代自己比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成熟，这台机器真的成熟了非常多，从各个方面都体现得出来。
第一代是锐利异类，虽然说第二代呢，整个这个风格呢跟第一代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这个边角的地方呢收敛了很多啊，没有那么锋利了，握在手里，虽然说棱角感呢也是非常分明，但是也是柔和了非常多。这个侧边啊还有边角的地方啊，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过渡啊并没有那么尖锐了。当然，它也没有采用一个像小米现在非常传统的这种工艺，就是两边呢给这个做成弧度。我得承认，目前在2000元这个档位段，坚果 Pro 是我看过的最漂亮的手机。从正面来看，这个边角呢也都是做了这个圆弧的处理而且跟它这个屏幕呢外框并没有什么一些突兀比如说像第一代的时候，边框呢是非常宽的，但是到第二代之后呢，这个边框呢边缘区并没有什么突兀的感觉，在绝对值上，这个第二代呢也要窄了一些。OK， 现在呢给大家来测试一下这个两种解锁啊。刚才我第一下先试了人脸，非常快。它上面呢有一个小的动画，一会儿呢给一个特写当然，这个人脸识别呢，它这个还是没有 iPhone 10的那个传感器那么丰富啊，所以说安全性上呢确实没有指纹高。这次大家比较关心这个指纹识别方面，首先它是贴合了 logo 的属性，它并没有因为要照顾指纹识别的这个手感，把 logo 做小，所以说在摸上去的时候呢，这个识别准确率是并没有影响，但是你需要适应一下。直接一摁一下就可以解锁。现在指纹识别技术现在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咱们再来详细的试一下那个指纹解锁，侧边行不行？这一半还是不行的，必须要沾到1/3以上，这个指纹才可以识别。好在它后边呢是这个比较大的这次给我比较意外的呢，就是它的这个按键方面。这个在发布会的时候，我也是特别的关注看了一下啊，大家可能都没注意到，就是它这次按键都是比较小的，而且这次按键还有整个机身的设计啊，我感觉都致敬了一台手机，就是那个 iPhone 4S 整个这个元素呢都是非常像的。当然这个并没有别的意思啊，只是说确实有点像。比如说它这颗自定义按键它的这个基础功能呢，默认的情况下呢是唤起这个闪电胶囊，闪电胶囊这个功能确实非常好用，之前在这个坚果 Pro 那期视频中呢已经跟大家聊过了。还有就是这些电源按键还有音量按键都是非常小的。对于这款手机屏幕占比这么高，然后尺寸呢是5.99寸2260×1080的这么一个分辨率，这个按键呢，我个人觉得做的可能是为了更贴合它这个精致感，更符合它中间这个腰线的一个设计给做小了一些。尤其是从正面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几个小凸起，可能稍微大一点，手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吗？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几款主流的1500到2000元的这个档位，当然它是比较便宜，因为配置比较低。双摄像头凸起的情况，七叉两个都凸起，然后坚果 Pro 2的这个只有一颗凸起，而且第二颗呢几乎是跟闪光灯大小一样了，而坚果 Pro 1代呢这个双摄像头呢全部都是做平了，Note 3的这个也全部做平了。OK， 咱们来看一下相机方面它现在呢是提示升级，不过我们先不升我们先试一下，一会儿呢拍样张的时候咱们再升。好，同样的亮度下，这个一代呢明显呢要暗一些这个摄像头的体验，一会儿呢我们先给大家实际拍一些样张，后面深度体验中呢再进一步跟大家分析。经过简单摄像头体验呢，这次坚果 Pro 2的相机方面呢确实有不少的进步，后期呢我们也会与同类机型呢做详细对比。OK， 还是老规矩，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坚果 Pro 2这个关键字，这些实拍样张你可以先睹为快。卡槽呢是并没有中间再给过一条线它是在这块呢打断了这条线。OK 不可以扩展，所以说在内存上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插上去也是颜色合缝。还有就是要注意一点，这次坚果 Pro 2呢是没有3.5的耳机孔的，下面直接是一个 Type-C 的接孔，这个扬声器呢中间都给过了这条红线，这条线呢做的特别收敛，而且如果你要是平常使用正面看的，几乎不太容易感觉到这条线。再尤其你还要是用壳的话，那这条线就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我个人的建议呢是后边贴一个膜，这样这台手机真正的设计感才能真正的被发挥出来。要不然是吧，做手机是不赚钱，交一朋友。卖配件它官网卖的那些配件都是要把这些线呢给包起来，那这个
腰线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我个人呢对这条线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啊，并没有觉得它特别漂亮，但是也得承认它是一个点睛之笔，一下跟之前的机器呢都区分开来。如果要是没有这条线的话，那这台机器放那儿遮上 logo，这个品牌属性呢并不是那么强。它前置呢是把传感器啊都隐藏了，隐藏效果呢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正常来看呢，确实看不到。软件层面呢，它也是下边做了一个虚拟的按键。这个就是要说到它发布会上说的那个膜了。它那个膜呢，之前淘宝上呢对别的机型呢也有适配啊，就是一个导电膜，就是你摁下边的话呢，它会里边有一个触点，它直接会触到里边的按键，会虚拟的造成下面好像有键的这种感觉。如果你使用习惯了呢还可以，当然那个膜呢得勤换着一点对别的机型也有适配啊，你可以去某宝上搜一下。在续航方面呢，关注我们公众号新上线的数据库啊，我给大家打在这里。这个数据库呢非常全面，你可以实时的查看目前主流机型的5大这个全面的数据，比如说帧率啊，还有就是发热啊，还有就是续航方面的一些数据。我们有一个3小时的重度续航测试作为一个标准。这个坚果 Pro 1代呢，在我们的数据库中呢，续航表现是比较不错的，排在比较前面的。这个2代呢，搭载了一个3500毫安时的电池啊，对于5.9寸呢，感觉也就是中规中矩，并不算大。好在呢，这个处理器啊，那个660应该是目前最优秀的终端的处理器了。我非常期待它的表现啊！整个手机的手感呢，照第1代呢也改变了非常多。这次在大型游戏方面啊，它是 GPU 呢用的是512，一会儿呢给大家先简单的跑一下分，看看它的这个理论数据。后期的这个详细测评呢，我们将会把这些机器呢全部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横评。因为现在国产机各家品牌的旗舰机全部都跳到了3000甚至是3000往上这个档位。那么目前2000元档位，还有就是全面屏，大概是怎么样的呢？尤其是这2个劲旅，小米 Note 3和坚果 Pro 2，一个全屏，一个非全屏，一个看起来更成熟一些，另外一个我们是一家小厂是吧？但是活全，活全。最后还有一个技术点，就是这次坚果 Pro 隐藏的这个听筒。大家都知道，这次在 Mix 2发布的时候呢，就有这个技术，就是导管式的，它上面呢只开了一个缝隙。我目测呢，坚果 Pro 的这个横向上要更宽一些，一会儿给大家一个特写，但是确实不明显啊，正面很难察觉到。小 Mix 2这个相对来说呢，可能更明显一点。当然它的效果应该差不多，只不过是坚果 Pro 2呢给拉长了，所以说隐藏性呢做的可能还稍微更好一点。后边的这个 2.5D 玻璃呢，是这次手感改进的一个最大的功臣整个的握持感呢，还有就是侧边的这个过渡呢，照第1代真的是好了太多。OK， 再多扯2句锤子，从各个前面的机型迭代到现在啊，这个坚果 Pro 2呢，虽然只是一个简单开箱，但是也确实是我见过完成度最高、最成熟的一台手机，并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老罗也玩性价比了。这次这台机器，说实话，定价真的是一点都不高。虽然说有 N 多个版本，这个4+32的呢是1799，还有这个6+256的是3299，有5个版本之多。锤子现在的手机也能做5个版本了，每增加一个品类呢，那成本呢就要上升一大截儿，尤其是那些卖的不多的品类，比如说6+256的这个售价当然也高一点但是你要备货上还有就是产线上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也说明锤子走到现在来说，正式的步入一代一代这个迭代的轨道了，这个信号是特别好的。当然，现在还需要一个最拳头的产品，那就是T 系列的旗舰。OK， 后期呢，我们会把这个坚果 Pro 和目前同价位的这些机器呢，跟大家做一个非常详细的测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频道和微信公众号。好了，这一期的坚果 Pro 2呢，稍晚了2天跟大家说句抱歉。后面呢，我们也会抓紧的给大家好好的体验一番，把它的这个优缺点都给大家说到。最重要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这和你聊天，聊聊科技圈的趋势，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别忘了我们的数据库非常全，更新非常快，我们会快速的先把坚果 Pro 2的数据测出来，在微信公众号的数据库里面更新。
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不客观真体验是不客观啊！最近很多小伙伴跟我说不乐观，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